你有听过设计模式吗？你知道你已经实做过其中一种了吗？大家好，我是 Tyler， 今天让我们来聊聊简单工厂模式 Simple Factory Pattern， 一个1秒让你程式码变得简洁的模式。如果你喜欢这类程式设计的知识分享，也请订阅、按赞、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好，我们就开始咯。在开始讲解什么是简单工厂模式之前呢，让我先来说个小故事。有一间企业，它是一个珠宝商，他想要买几个珍珠来点缀他的产品，只是他没有货源，于是找了一间供应商。但是这供应商是个黑心商人，他居然把珍珠和榆木混在一起，好，把榆木放在珍珠中间，就这样子打包成同样的看起来好像珍珠的这个样子，卖给了这个倒霉的企业。这个就是榆木混的 Simple Factory 简单工厂的由来。好啦，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让你理解说简单工厂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不过这边有几个要注意的重点哦。第一个是两种产品在概念上其实都是同一种，都是一颗圆圆的这种珠子的概念，但是工厂就是这个 factory 知道产品的实际种类，而顾客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分离产品的使用以及产品种类的选择。好，再讲一次哦，是分离产品的使用，也就是你怎么去使用这个产品拿来卖，或者是拿来制造更多的产品，以及你如何去挑选要怎么样做这个产品。这样子的做法呢，可以使得产品它的用法和产品的种类分开变化，来做一个动作叫做 decoupling 解耦合。这个解耦合呢，是在设计模式当中非常根本且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希望把两件观念纠缠在一起，好像量子纠缠，一定要一起考虑，我才能够设计出的软体。客户在实际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不想要因为他拿到的这个产品的种类有所差异，而影响到他自身后续使用这些产品做下一步动作的流程。所以工厂在出厂之前就要把这些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说有一点点差异的产品，包装成外观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动作就叫做封装 encapsulate， 它的动名词形式是 encapsulation。而这个封装呢，它隐藏的是实际产品的细节差异，或者说产品的种类差异。而简单这个词呢，指的是工厂只有一间，所以你想想看它都盖好了，如果今天我要它突然换生产流程，或者突然改变它决定要生产哪一种种类的方针，就会变成有点麻烦。所以只要在你的设计当中有发生这一种它选择的产品种类有差异，但是又不想要影响到使用这个产品的流程的话，这两个是分开的话呢，那就非常适合使用简单工厂模式。OK， 我这边再举个例子好了。Tyler 呢，需要像你一样的好观众，分享影片带来更多订阅者。虽然我不知道观众是谁，但是不论是在读书的小明，或者是在工作的小敏 ，OK， 我们频道好像没有小敏，糟糕，只要有订阅的就是大家好观众。好，那有人可能想说，这边的小明小美看起来是两个个体，不是两个类别啊。好，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有学过，他们通常是用类别来定义这个模式的。可是注意哦，设计模式从来都不限于在类别这个层次上发生，它有可能是实体，好，就是数值或者是一些框架，好，甚至是那种大的框架的抽换都有可能。我们马上来看几个简单工厂的实际应用范例。好，首先第一个，是 FPS 游戏当中的随机地图功能。当然是有地图的概念的游戏都可以设计这样的随机地图，只是举例而已。而这边呢，其实你一个工厂就够了，它非常符合简单的定义。再来就是它具有两个明显有差别的实体或者是类别，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或者是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类别。他们都继承，就是他们都有这个血脉，就是什么地图的血脉，他们都有地图的一些细节，譬如说灯光啦、场景啦，还有可能玩家的生成位置啦之类的。这种情形就非常适合使用简单工厂，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这个地图工厂去生出一张地图，然后让我们的场景加载器，就是真的去把这些 3D 模型放进去的这个角色呢，不用知道它到底要放什么，它只要照着指令 ，OK， 你这个订单是这个地图，然后我就放这个地图，是这个沙漠遗迹2，我就载沙漠遗迹2资料而已。所以这个场景加载器它不负责去挑选地图，而是你这个地图生成器要选择如何去挑出这样的地图来。第二个范例呢，是这个启发式演算法的
距离计算机。好，这个题目比较难，对不对？启发式演算法呢，常用在资料科学当中解决各类的优化问题，好，就是最佳化问题。当然包含着我们常讲的 AI 人工智慧啦。这些演算法呢，会使用一些2点距离公式，例如欧式距离或者是曼哈顿距离。好，这个演算法用它们来观察资料整体的分布和特征。而有时候我们会想要观察你用不同种类的距离，譬如说我刚才讲的欧式距离或曼哈顿距离，来影响你的演算法，来观察它对于这个结果有什么变化。可是我们又不希望这个变化呢，影响到我们演算法的实作方式，也就是它如何去使用这个距离来进行后续的计算。所以我们这边就设计一个距离计算机，来专门的依据条件计算出不同种类的距离数值。这边说的条件，举例来说，可能是演算法对于速度上的要求。当这个速度要求较低，就是你不用算那么快的时候呢，你可以求精准用欧式距离，或者是说当他想要快，不用很精准，但是一定要快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这种只算 x、y 的直线相加的曼哈顿距离。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模式不一定要放在类别层次。好，因为距离呢，不论哪个距离，最后算出来的其实都是一个 float 嘛，就是一个带有小数点的数值而已。所以不一定要是用一个 class 的架构来把这个概念实作出来，有时候它会发生在可能是一个函数去决定要怎么用不同的方式算出不同种的数值，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 simple factoring。好，所以呢，既然讲了这么多，我要带你来看的是你在程式码当中可以如何使用 simple factory pattern 来简化你的程式码。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实战环节。这边呢，我使用的是 Python 来进行示范。那如果你还不会 Python 的话，马上订阅，因为我们超过1000人之后呢，就会放上完整的 Python 入门教学。好，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把 main 写好了哈。通常我们会在 main 函数里面去做我们的主流程，对不对？以我们的地图这个范例来讲呢，一开始我们会希望有个条件来决定要产出哪一张地图。可是呢，我们因为简单的缘故哈，我们就用这个玩家人数来决定。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写下来，以加人数决定生成哪张地图。好，所以我这边使用 player count 变数接住这个人数。我们动态一点哦，因为不想要每次都改这个数字，所以我们用 input 的方式加人数。好，我不要去做那个 try error 的部分，因为它可能会输入非整数。好，这边呢，我们说如果这个 player count 小于10个人，我们就给它迷你战争，这是一个 FPS 游戏，迷你战争。好，对不起。好，接着呢，这个 player count 如果小于20个人，那就给它沙漠遗迹。再假如超过20人，至少20人了，意大利巷战。OK， 好，所以在这个范例当中，你看到说我们就只是用人数决定输出哪一种地图，来测试一下。好，请输入玩家人数，如果输入5人呢，迷你战争。OK， 如果输入12人呢，好，沙漠遗迹2，像这样子。好，我们就用这个条件来决定生出什么地图嘛。那生出地图之后呢，我们这边假装有一个，这它当然没有真正的场景的加载器，好，叫做 Scene Loader。这可能就要靠一些 Game Engine 就是游戏引擎去做到了哈。这边只是为了示范简单工厂的概念，这样子。不过我们要使用 Scene Loader， 我们一定要给它 Map 这个物件。好，我们这边呢，就把 Print 的部分改成 Map 变成是一个物件。我们这边用字典来表示这个物件，这样子。好，我这边复制哈，省时间。像这样子，我把它变成是一个都具有 name 属性的字典，然后传入我们的 bin loader。如果呢，按照刚才的这个条件判断呢，我们现在如果输入22，它应该会长这个样子。它的名称是意大利巷战，然后有没有其他细节？目前还没有。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程式码变得更好呢？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有啊，当然有啊。如果今天我要多一种图片，好，多一种地图，然后它的条件是20到30人之间，好，30人以上还是最后这个意大利巷战这个选项。可是我就是要加在
这个中间呢，那你说那就加就好了。其实这样的做法呢，已经违反了一个叫做开闭原则的事情，就是你不应该修改你已经做好或完成的程式码，会变化的部分你最好是另外加入，而不是去改动你原本的程式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用一个很酷的方式实现我们的简单工厂模式。你不用想说哇，那我们是不是要写 class 呢？不是，我们只要在上面这里写一个叫做 create map 的方法就好了。我们写个方法之后呢，看好哦，这边原本可能会变动，对不对？我剪下来，贴上，好，1秒就。当然这边这个条件要带进来哈。最后呢，你3个不同的条件 return 不同的地图，好，你回传不同的这个答案，这个 map 就可以不用了，这个变数先不用了，好，你直接把这个结果丢回去，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传入 where count 回到我们的 map 里去。有没有发现？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主程式就非常干净明了，就是得到玩家的数字，然后取得一张地图，生成一张地图，最后透过 scene loader 去展示或者说去加载这个场景。OK， 来测试一下，30，意大利香站。好，你看哦，注意哦，如果我们今天多了一种条件，应该说多了一个区间啦，就是在这个条件范围当中再切一个区间，是20到30。刚刚的做法会怎么样？刚刚做法会动到我们的 main 函数，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现在把选择要哪一种，我们要选择哪一张地图的这件事情逻辑给它装起来了，有没有？你看挡起来了，就在这个一个小小的方法里面就包起来了。而我们不会去动到我们实际要使用这张地图的 client， 就是客户。这边讲的客户就是使用这一个功能的人。所以如果我要加一个 ls 就打到那个英文的注音了，我就可以很简单快速的 return 这个东西了。项目记一，就故意简单了。所以你可以发现说，我在这边我可以很自然的去修改我是怎么判断我怎么生出一张地图的，而不是我要去影响到我原本正在做的这个流程或后续使用的这个动作。所以你看到我即使今天在 map 这边，我为了测试，为了 debug， 我突然把 map 的 name 给它 print 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突然想 print， 16，那它也不会去跟我们前面这个生成 map 的部分去纠缠，这就是所谓的解耦合 decoupling。所以之后，如果你在程式码里面看到你使用 if else，或者说其他条件的判断方式，去选择你要生成什么样子的资料或者物件来帮助你后续做使用，后续要用的话，请记得把它封装起来，用一个函数也好，再讲一次，不一定要使用类别物件导向，用一个函数也好，这样的做法就可以让你的程式在决定要怎么样去选择产品种类的时候，不会去影响到或者改天要修改你原本设计好的流程。因为通常这样的修改都有可能会造成 bug， 而简单工厂模式就能够让你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更简单。你说 Tyler 我还不会写 Python， 没关系，今天有个小应用，你可以完全一行程式码都不用写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找一位家人，请他列出3个喜欢的食物，并且你有时间找机会买其中一个送给对方，不要告诉他哦，作为惊喜，看对方的反应。那如果对方问你，怎么那么突然，就回答说，因为我在实做 Simple Factory 呀。OK， 好，那如果有什么很好笑，就欢迎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